那么美国商务部长也说了，10%关税是基本门槛啦，但是有些东西呢是可以豁免的。哦，钢铁，那原来钢铝都要加25%的关税啊，钢铝对不对？飞机零件也可以，反正就是意思就是说，反正10%，大家基本上10%，但某些特别的东西我可以给你减少。哦，那就是再谈嘛，哦，其实是这样子的哈。来，伟山怎么看这个他们今天中美谈判结果？是，应该川普现在目前还是要尽力解决国内的这个贸易逆差还有国债的问题，那这是他的优先，因为我们都知道经济力等于国力，那如果说国债去拖垮整个国家，对他来说其实并没有好处。那对他来说，美国还是要维持在一个具有这个经济动能的国家，他才有办法有更多的军力去维护整个世界的和平。好，这就是他现在目前的这个目标。那目前看来，美中看起来现在有一些谈判上面的一些进展，不过这还要等到细节出来之后，我们才知道中国让利了什么。因为最重要的是，其实现在中国也是没有办法等待的，它也是要积极进行斡旋跟谈判。因为在今年的4月，也就是刚过去的上个月，这个中国的制造业还有服务业，它的这个水平跟它创造出来的 GDP 都一直来到新低点。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对于中国来说，它也是非常紧急的，因为国内整个好，没关系。我的意思是说，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会看到这整体的状况之下呢，在中国来说，它也有它的这个压力存在。所以我们必须要看到是中国，它也是积极必须要去谈判出一个结果，否则对于习近平本身他的政权来说，他也是会有压力的。所以在这个前提之下，双方的彼此的谈判恐怕是有一些谈判的空间。不过最重要的是，川普要利用这一次的贸易战，跟全世界重新就是跳过这个本身自由贸易的协定，重新进行谈判。那这个谈判不只是在经济上的，最重要的还是在这个国际安全上面、国家安全上面，它能不能谈出一些东西？在互惠交换的过程当中，还有很多的安全的协定上面可以进行讨论。那对于这个美国来说，我能不能把这个民主国家扣在一起，然后来跟这个所谓的威权国家可能进行抗衡，这个是最重要的一点。尤其是在中国在此时此刻，它不断的是利用一些隐瞒、欺骗或收买的手段，不断去窃取别人的这样的一个经济上面的这样的一个比较领先的这样的技术也好，或是说利用国家的国力去投资他们自己国内的一些产业，用一个不平等没有对等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去掠夺别人的市场，做这个扩张生产，然后去影响别人的企业，甚至是打倒别人的企业这样的行为。我想这是美国跟一些民主国家要想尽办法要把这个战线守住，才能维持每一个国家各自在经济上面的国力。不过如果这个美国对大陆收30%的关税，我觉得台湾的条件应该比大陆好了。我认为啊，都看好了哦，看看到底怎样啊？因为大陆赚他3000亿美金呢，我们才赚他这个去年赚他多少？不少，799。730，那是对美国啦，我们在大陆才赚到699哈，所以应该对台湾应该比较好一点。我们看那个期前呢，现在盘前交易哈，那这个道琼涨969点，涨了2.34%，纳斯达涨了766块，涨了3.8%，纳斯达涨比较多，因为高科技类股。然后 S&P 500涨2.98%，黄金大跌将近1%，现在是跌了3.27%，跌了109块哈。银也跌了1%啊，所以因为美金就是这个美债跟黄金都跌了。然后呢，股市涨了，大概是这样。然后港股也是，因为它是4点收盘，所以呢，它在那个一宣布完了之后，从涨1.3%，立刻变成涨3.5%，有激励了来，这个季凯，全世界好像都松了一口气哈。本来以为中美这2部火车已经要对撞了，现在两边都踩了刹车了。老讲台湾应该感到高兴的，因为老讲这2部火车对撞，本来受伤的台湾会很严重啊。我们从美国赚一年739亿，对不对？从中国大陆赚699，这赚最多2个地方，所以他们能够踩刹车，对台湾会非常有利。那为什么两边会停下来？因为当然中国大陆也国内经济也不是那么好嘛，他也希望要停。那对美国来讲，我给他一个数据哈，过去的这个6天啊，他说加州的2个重要港口，洛杉矶港跟这个长滩岛，过去6天哦，他本来有41艘的这个货轮要到，全部都没有到。然后他太多的这个美国这个民众，还有一些专家学者已经跟川普讲了，再这样下去30天以后，整个美国很多货架全部都空了。所以美国当然川普也必须要踩刹车嘛，而且他很多物价都已经在上涨了。可是老蒋，我觉得我们现在不能太高兴。我们现在第一个要注意到，这个老蒋这个是90天的观察期啊，很快啊，川普说变又变啊，所以老蒋我们要做好准备，特别是什么？你看他英国跟他关系是最好的，而且英国现在还是有10%。英国是美国赚英国的钱哦，都已经有10%了。那我们赚美国的钱，我们是逆差国，所以来讲一定在10%以上嘛。那另外有一个大家一定要很注意的，你看日本石破帽，人家过气破啦，
日本赚美国那么多钱，可是你看。美国以前日本说什么，美国说什么，日本就跟上去，对。石破吗？这次是完全挺起来。他第一个讲说什么？你在威胁我，我把你的美债我就丢进去了。第二个，汽车是我的核心的这个最核心的利益，对不对？所以我要从零开始谈。所以我要特别要提醒哦，现在这2天可能台湾很多民众是高兴的，可是第一个我们要注意到90天马上就到了。第二个，既然连英国都要10%的话，我们当初是被提32%的哦。那到后来是几个点嘛？不能比中国大陆来得高。第二个，我们跟东南亚很多国家或者跟日本、跟这个南韩都是有竞争的，所以我们现在要非常的谨慎，不要去弹出一个太高的关税回来，这样对国人没办法交代。就至少不能比南韩高了，因为韩国跟我们竞争蛮强的了哈。好吧，这个不管怎么样了哈，总是希望呢这个世界又恢复平静哈，这样打来打去哈。其实对世界都不好了哈。好，那么回到这个几个战争的地方，印度、巴基斯坦看起来好像都被美国，因为他们怕炸那个核子设施了哈。那另外呢，这个普丁跟泽伦斯基喊话说，干嘛跟美国谈？我们两个直接谈好了。哦，普丁就说我们在土耳其谈，在伊斯坦堡谈。哦，普丁先丢出来的，然后现在泽伦斯基说我在这个伊斯坦堡等你，你要不要来？你讲真讲假？哦，不过。看起来，如果两边真的能够坐起来谈，是一件好事。但他们现在怀疑，说普丁是真的吗？真的会去吗？哦，真的会跟泽连斯基面对面谈吗？哈。那另外当然就是这个以色列啊，这个跟这个哈马斯以哈啊，到底现在怎么样啊？说停了，但是有的时候彼此还是讲说对方违规啊，要怎么打啦。其实那个普丁跟泽伦斯基也是一样，说停了，但是还在复控，说他来炸了，他来打了等等哈。现在不管怎么样啊，说呢，普丁跟乌克兰，普丁原来说停3天嘛。啊，为了他们那个抗战胜利80周年，现在停3天。那现在呢是说呢，不排除这个30天真正停火。那泽伦斯基说先停30天，然后希望永久停火。那这个欧洲4国说也对乌克兰有施压了，所以现在看起来呢，因为在2022年他们曾经在土耳其谈判过，所以呢这个那个时候刚开打没多久，现在再在伊斯坦堡看能不能谈成哈。那另外呢，泽伦斯基说我会在土耳其等你啊。那另外呢，这个新任教宗6、14是第一次讲到，他也没有就任了哈，他就呼吁说不要再有战争了到处打死伤多少人了，不要再有战争了哈。那另外呢，这个印巴为什么停火？说美国本来说我不介入，你们离我那么远，他们自己搞他们的，但是呢，收到令人震惊的情报。是说印度可能去炸这个巴基斯坦的一个机场，那就在它的核弹指挥总部的旁边，所以如果炸掉很麻烦。印度有172颗核弹，巴基斯坦170颗，印度多2颗所以呢，万一真正的这方动起核子武器，蛮麻烦的哈。我们看一下泽伦斯基怎么讲。Я буду в цей четвер, 15 травня, в Туреччині.正面回应普京抛出的直接谈判，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说，周4会在土耳其等他，要他说话算话。Очікую на Путіна в Туреччині особисто. І сподіваюся, що Путін цього разу не шукатиме причин, чому він щось не може.欧洲4国周日施压俄罗斯停火30天，换来普京抛出直接在伊斯坦堡谈判。泽伦斯基一开始没有点头，只称是正面讯号，但美国总统川普发文要乌克兰立刻接受提议。And President Trump also touted the development as a great day for Russia and Ukraine. 不过，泽伦斯基与普京上回同桌面对面谈判，已经是在2019年12月的巴黎峰会。当年是由时任德国总理梅克尔与法国总统马克宏共同斡旋主持。如今有机会上演2022年乌俄战争爆发之后，两国元首首度碰面，但专家认为别太乐观。乌克兰民众对和谈不抱希望，因此新教宗良14世周日首度在圣伯多禄广场进行主日讲道时，也特别提到已故教宗方济各生前最在乎的呼吁。不要有战争了哈！来，凤青怎么看？当然，这个目前俄乌战场上的这一个进展呢，我们是希望能够很快的成真啊。这里面现在看起来，普丁也愿意
直接面对面跟泽伦斯基谈，其实这些都是很重要的突破。因为本来呢，对于普丁来说，泽伦斯基不是一个合法的乌克兰总统，他没有下台之前不要跟他谈。而泽伦斯基也口口声声说他绝对不跟普丁见面啊。可是呢，双方其实都愿意，如果真的15号在土耳其，就这个礼拜4这一次的会谈能够成真的话，我觉得对于世界的走向一个相对比较和平的一个进展是有它的帮助的。好，不过这个还要再观察。我觉得最近情势呢最微妙的是印度跟巴基斯坦这边呢，我先要说一点，就是我不认为《纽约时报》的报道是真正的一个原因啊，因为呢，他说是因为可能会爆发核子战争，美国怕了，所以呢赶快介入去调停印度跟巴基斯坦。我为什么会认为这不是真实的？因为呢，印度跟巴基斯坦都是拥有核子武器的大国。从他们在爆发冲突之前，从4月22号有恐怖攻击，然后印度不断的升高对巴基斯坦的这个情势，那巴基斯坦说我们让联合国来调查嘛，那印度也不允许的情况之下呢，当时全世界都在警告可能会爆发核子战争。可是，请问一下，他的副总统 Vance跑了一趟印度，有阻止了印度去攻击巴基斯坦吗？没有。那爆发了战争之后的第一时间，然后你看到美国副总统 Vance， 还有包括了川普，话都是说这距离我们这么远，我们根本不需要管他们，所以摆明了是放手让他们战争。那是什么改变了美国的态度呢？我这边公开的去说出我的判断，我认为其实就是印度输得太惨了。那么它有7号凌晨的空战，当时双方各自出动了100多架的飞机。现在应该可以很明确的说，印度最先进的，也是欧洲最先进的标风，或者翻译成为战风，法国的战风战机是被击落了，这个是法国自己公开承认。路透社引述了美国的2位官员证实了这个消息，而巴基斯坦告诉大家说，它是用中国大陆所产制的歼十 C1，然后来击落了战风。那么这整个的过程呢，其实是巴基斯坦运用了中国大陆比较落后的一代的武器，但是它做到了预警机加上防空系统加上卫星，还有包括了战机以及导弹的全系统性的数据链的贯通，所以完成了击杀战风的这件事情。那后续呢，他又利用了他的战机还有他的超高音速飞弹，摧毁了这个印度的从俄罗斯进口的最先进的防空系统，然后以及以色列最先进的无人机也击毁了。这些其实目前都是有国际媒体上，而不是只有巴基斯坦宣布，而是国际媒体有的是部分查核，有的是全面性查核所证实的。只要印度败得越惨，对于美国来说，它在整个印度洋的印太战略所依赖的印度，就在这整个区域当中所占的分量越来越轻。所以对于美国来说，印度要停止打，因为继续打下去，对于美国的印太战略会产生负面效应。好吧，印度跟巴基斯坦各自宣布胜利哈，每个都自己讲，我们打赢了，我们打赢了哈。然后呢，老百姓呢都上街狂欢哦，各自呢都去庆祝。你休息一下再回来。反正现在双方啊，印度跟巴基斯坦都称自己打赢了啊。那印度也否认说它的防空系统被突破啊。不过至少美国官员啊证实，巴基斯坦的中国制歼十呢，至少打落2架印度的标风战机。哦，歼十对中国来讲其实不是最现代的哦，它后面还有各个还好几个哈，这个好几代做好几种歼啊，赢过歼十的。那另外呢，这个标风现在是欧洲法国做的最进步的战机哈，那幻象2000就落后这个标风了哈。那另外呢，现在麻烦的就是说，因为从这次，因为中国大陆一直讲他的每次在那个什么网上啊，说他的什么发展这个武器那个武器，包括西方，包括我们都笑啊，自己讲自己吹牛而已啊，这没有实战嘛，从来没有看过了。那这次看起来是实战的哈，巴基斯坦后面是中国，印度后面是俄罗斯、美国、以色列哦，法国。那这个他们现在叫做这个击杀链啊，哦，我们到底有没有优势能够
摧毁大陆的急杀链。他们现在是讲就叫做什么这个叫做 A 射 B 导，就是说它的飞机上去以后呢，它雷达是关的，所以我说把雷达关了干嘛？所以增加匿踪的功能对方还不知道是没有那么一看就知道你来了，而且加上低空然后很远它甚至靠到你附近的时候才开始发飞弹，那它怎么弄呢？基本上它是用那个另外的飞机就是这种预警机来导所以这飞弹发出以后呢，预警机在那边导引而不是用战机本身导引所以这就很麻烦。那甚至呢，印度有些飞机刚起来100公里以外就把它打下来了，那我们台湾还是100多公里啊，所以你现在我们是吹牛飞行员，这个训练那个训练，如果按照这个预警机那么厉害，它上来就被打了。那我们现在希望跟美国买最先进的预警机，美国不卖，美国卖给我们的是美军今年都要除役了，而是它等于是这个早一代的这个预警机也许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机会跟美国要求，所以你看看这预警机多重要又不卖我们了，看得去，他们说只有川普能决定的那所以呢，它这个叫做超视距空战就已经不是眼睛看到了。这是印度出动了72架战机，巴基斯坦出动42架战机。那印度呢，现在看起来被击落5架，目前知道的3架法国的标风，1架俄罗斯的米格29，一架俄罗斯的苏凯30那巴基斯坦呢说被击落1架JF-17雷电战机但是现在确实的情况都不知道，也许永远不会知道了，大家都守密也不肯讲所以刚讲的就是在 A 射 B 导就是透过资料链然后呢预警机或者地面雷达发现目标然后呢战机呢随便这个不开雷达就射，当然也不是乱射，总是大致的方向，然后呢最后的阶段呢才把雷达打开把敌机这个击落，中间就有这种所谓预警机啦或地面雷达来导引那另外呢说这次它的雷霆15飞弹叫 PL听说它可以打200到300公里也把这个印度的这个战机打下来所以呢巴基斯坦运动叫做 A 射 B 导，是张英廷讲的那另外呢这个所以现在叫做跨空域，彼此都在自己的境内，没有越境，因为怕飞行员被打下来呢到电视上去做广告跨视距看不到跨国境所以呢这是很特别的一个战争，跟以前不太一样所以我们要看人家现在国际到底怎么打这些仗这是大家全世界都在研究。他们虽然短几天，但到底这个战争是怎么打的之前呢，俄罗斯打乌克兰也被拿来研究，这到底怎么回事那另外呢，我们现在有的空中预警机是 E2C 那现在想要买 E2D， 就是 D 比 C 大概要近1代了那这有电子扫描那可以预警到550公里以上，那原来的只有300公里那但是呢，美国现在不卖那到底这个经过这次事件会不会卖，现在不知道所以呢，帅化明将军就说呢，我们还看幻象2000嘛，幻象2000民国80年的时候买的，我记得那个时候那现在已经多少年了，还一个幻象2000人家都已经标风都打不过了，你幻象2000怎么打呢那蓝宁利的海军退役中将是说，这是打仗大陆网民是很兴奋，大陆解放军很沉默，越沉默他说越担心，都不讲话是什么意思呢？到底他在想什么？还有什么秘密大家不知道呢那另外呢，这个巴基斯坦的枭龙打爆了 S-400，所以被认为说呢，哇，这个中共有反辐射飞弹，会不会对我们的雷达造成威胁所以呢，因为俄罗斯刚刚讲说有 S-400的叫做凯旋 Trump 防空系统，但是呢，居然印度虽然有这个，但是呢，显然枭龙战机呢用高超音速的导弹呢摧毁了 S-400防空系统。印度现在不承认，这都乱讲的但是到底有没有他说假消息，那印度说是假消息了那另外呢，这个美国证实呢，歼10击落法国标风嘛所以呢，歼10虽然不是最先进的战机，但是搭配了霹雳15的飞弹恐怕呢这个会改写西方在台海及印太的部署。我觉得美国经过这以后呢，可能也会改变它部署的这个方式了。我们看一下。
对准地面目标实施射击。11号，对岸央视军事公布歼十5战机投射画面，解放军南部战区也释出片段，是歼十 C 舱内追瞄敌机，飞弹发射出去，顿时地面烟消四起。如今在印巴冲突里，录制歼十战机击落印度的法国制标风战机，也引起国际热议，特别是国军能否与对岸歼十相匹敌。相较于空军 F-16V 配有美制 APG-83型 ASA 雷达，可同时追踪20个目标，跟录制第3代歼十战机一拼不是问题。服役较久的幻象2000 IDF 战机仅有传统机械扫描雷达不利视距外空战，无论雷达或者是电战能力都待升级。想要提升电战能力，就政府高层人士释出消息，为达国防预算占 GDP 3%的承诺，国防部已跟行政院提出规划，要跟美方进行多项重大军购案，另行编列特别预算，总额最高上看台币5000亿，或许是补偿的最佳时机。特别是在这一次的一个印巴空战里面，我们除了看到空中预警机的重要性之外的话，很多这些视距外的飞弹也会是主宰战场的关键，就是我们的 AIM-120先进中程飞弹，我觉得这个是比较确实或者是比较实际的做法。但除去货，美方点头答应，未来编列在特别预算的每分钱也要发挥最大效益，让国会不同意都不行。好吧，这个仗哈，来这个永平怎么看？你爸爸是空军子弟的啊。第一个确实啊，我觉得现在的那个科技啊，尤其是跟制空战的这个科技呢，其实已经又进入另外一个里程碑了。所以你要用旧的时代啊，像我爸那个时代，真的完全比拼飞行员技术。对，好，所以你那个时候呢，飞不飞得好啊，变成是一个最大的关键。可是现在呢，包含这次印度为什么那么让人吃惊啊？因为第一个，法国的那个标风战机是非常先进的这个4代半的战机，可是这个歼十是很比较老旧的那个中国大陆已经到歼20、歼35了已经那个完全比不上先进。然后价格上面呢，价格标风是歼十的4倍半。你看价格也差，法国东西都很贵啊，没有啦，它又先进嘛，所以你光这件事情就证明说，飞机比飞机你如果真的单纯飞机比飞机去缠斗，你很可能你要说歼十能打过这个标风，大概不能这样讲。我也不认为是这个飞行员的技术问题，是因为体系的问题。因为就像刚才赵大哥已经讲了嘛，他根本还飞起来就被打了嘛。那是什么？就包含他的雷达、他的预警机各方面。那个预警机是在500公里以外，你根本打也打不到它。那他已经帮你预警了，然后所以你前面的可以不用开雷达，然后马上进去。所以这种状况呢，这一次其实中国大陆震撼西方的，不是说歼十有多么了不起的科技，也不是说它的每一个单项多么了不起，是它一整体的统包性的这种怎么讲销售对输出链叫做销售模式呢？跟西方呢，你买完战机，你要再买我的预警机，然后你买完了预警机，你要再买我的软体系统，一个一个跟你计价，然后呢，你还要继续付费，我才会给你训练，然后呢，你才要继续付费，我才会给你零组件。那这种一个一个都买的时候，像印度这样的国家，他去买了一大堆不同国的这个部分，他有可能呢，因为预算。或者是他买了前面呢，他中途就买不下去，或者因为选举或者是什么样的因素，其实台湾之前也发生过，我们买战机呢，结果我们要买那个整套软体的那个控制系统的时候，我们突然出现一个弊案，结果呢，那个钱就又被搁置。那你如果不是像中国大陆，他当时整套买的时候就所有的计价讨论那个议价的时候，他就是整包给你，然后进去的时候他就整包出去，包含你的训练啊，包含你的每一项啊，他通通都用他的体系。那你这样子当然对买方来讲，他也很省事，而且他就得到了这个整个体系的一个比较完整的服务。那当然这一次呢，我觉得除了说像我们这种
台湾或者日本用美国英美体系跟欧洲体系的需要很警觉以外，我觉得可能更长远的会促成未来在军售上呢，大家会有不一样的思路，就是说你如果没有整个配套给我的话，那我很难跟你单买里面的东西。但是美国卖你东西哦，卖得很贵，还要赚你钱哦，因为它是那个私人的那些这个军工产业嘛，在赚钱。他不但像你讲的，他赚你的硬体钱，还要赚你软体的钱，他还要控制你。对，哦，这个给你，那个不给你，什么一大堆啊。反正就是他，所以很多买他的东西哦，像这次巴基斯坦为什么会用歼10？他有 F16，美国不准他用啊。美国是科斯美地区，我的这个 F16不可能用，所以它有很多限制。那现在我们希望能够买先进预警机了。美国不卖的理由是说，我要你打这个不对称战争，这个预警机不是不对称战争，那是什么意思呢？所以呢，他们说最后还是川普说了算，还是希望哦，这个既然台湾需要，而且台湾有不是没有嘛，只是落后了，落后你要给我们新的，所以美国我觉得也不要阻挡了。休息一下再回来。